大家好，考我上车了，然后刚刚试开了一会儿，感觉真的有差。然后我有发现水温上升的速度，就冷车的时候，你水温上来的速度就跟以前一样，甚至可能好像有稍微快了一点吧，我不是很确定啊。但是我刚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加装的水温表跟仪表板上那个原厂水温表有点对不上，因为我原厂的水温表它已经显示到将近一半了，就是正常的工作温度，但是我改装的这一个就是那个水温表，它只有显示50-60度而已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线组有问题啦，然后先撇除这个不谈，我们单纯谈考尔改 1.8 考尔以后开的感觉。应该这么说，开起来真的有那个感觉。当然可能我之前我的考尔就已经有点问题，所以在开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力不从心的那种感觉。我在开的过程中，我有发现连排气管的声音都有点变了，变得比较饱的感觉。当然了，很多朋友他们装完 1.8 考尔以后都说可能心理作用会大于实际作用啊。但是说实在话，我刚刚这样子开下来是真的有感觉，油门比较一样的油门深度，它的加速好像会比较快一点。然后就像上一片我有拍给各位看，我一发车，我的排气管就开始在冒水蒸气了，然后开始在喷水。我的火星塞在上一片里面我有拍给各位看，还是有黑，但是那个黑比驱走感知器还有凸轮轴感知器故障的时候好很多。因为我那两个坏掉的时候，我整颗火星塞的点火头全部都是黑色的，就是炭灰，然后只有那个点火那个点会亮，其他全部都是黑色。那我觉得我那样子开下来，应该气缸内、排气管甚至触媒那些都会有累积很多的碳粉在里面，所以可能还要再开一阵子，可能需要给它一点排碳时间了。那目前开起来就是加速有，当然我先排除我原来考尔是故障，我只是拿我原来那个考尔在开的时候的感觉，跟我现在换 1.8 考尔上去以后的感觉，两个真的是有差别。不管是加速、排气的声音，然后行驶的感觉，真的都有差别在。甚至我有感觉在换挡的时候，它那个顿挫比较没那么大力。像我一直跟各位朋友讲说，我这台车我会顿4下，只是这个过程在跳的这个过程，我有发现到它的顿，它那个换挡的感觉有更顺一点，就直接就是下就过去了。我觉得这是蛮划算的投资啦。但是以 1.8 考尔来讲，很多朋友他是建议一定要换原厂，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这型车停产了这么久，可能可能还有原厂考尔可以买啦，只是可能没那么的方便。然后如果按照一些车友的分享，我这一颗应该也不是原厂的，也不是原厂的考尔，因为我上面的料号它是用类似那个撞针打出来的，它不是凸面，它是凹面。然后铁架上他们说会有一些标志啊，一些有没有的，我也没看到。我是觉得考尔这个东西
就很单纯的就是引擎给它12V，它放大加压以后变成高伏特，然后供火星塞点火用，应该没有太多高科技在里面啊。总之我是觉得如果价格不贵的话，这个是蛮不错的投资。然后我上一篇有讲到 1.6 改 1.8 烤耳，最麻烦的就是细导线的密合度。像我的密合度说实在话还是有一点差啦，但是至少它塞得住，它不会跳起来。因为早期很多车友改，他们会说开开会沙卡沙卡，或者说开开会熄火，结果原因都是因为细导线跳起来。懂我讲的，因为毕竟它的密合度有问题，变成说你塞下去，它开它会跳起来，就变成说跟火星塞脱离接触，导致火星塞跳火不正常，是这个引起的。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有一样开这型车，想要改 1.8 烤耳的话，可能要先慎选一下细导线。我这一组细导线，我这边看这个好像是Metrostar 的哦，Metrostar 2.0 的细导线，然后可能要塞进去那边那个橡胶要稍微修一下，就塞得进去了。这给各位做参考。其他方面的话，目前来说，整个感觉啦是值得，这个投资是值得的。然后其他的后续这一组对我车子的影响，我可能还要再开一阵子才能跟各位报告更详细的方面。那譬如说油耗啊干什么的。然后像我之前那组烤耳，我说开一开要停车的时候，它怠速会掉，目前没有发生。我一样都是这样开，因为说实在话，我们这边比较好开的路就那么几条，然后我开车的模式、开车的路线几乎都一样，到目前为止是都没有再发生了。应该这个状况是有改善。然后像我刚刚讲的，就是之前的燃烧不完全导致的可能一些排气管啊那些，我有空再跑一跑，那排气碳排一排，看以最正常的状况下去讲这组 1.8 烤耳上车后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样是会比较公平的。然后可能会有朋友问说，为什么不改那种一缸一条线的那一种，就是一缸一个烤耳那一种？我是觉得，因为像那一种的话，它也是它的烤耳等于是坐在点火头上，那它坐上去，它的烤耳就那么一点点啊。或许有好处，我不确定，只是因为当初我会找这一组，其实我不是要找 1.8， 我是要找正常的原厂烤耳来做交叉测试，因为我只是怀疑我的烤耳有问题，我并没办法确定说烤耳真的坏掉。如果我可以很确定的烤耳真的坏掉，我有可能会改那种东西，改譬如说沿用马三的那一种，网络上有卖，一组可能3-4千块。但是我就是不确定我的原厂烤耳是有没有坏掉。如果我的没坏，我把它买回来，那我是不是多一组烤耳在？那既然如此的话，又碰上刚好这位车友他的这一组他多出来的，因为他换车了嘛，我上一篇有讲，他刚好多这一组出来，然后他也用不到了，他又便宜卖，所以刚好就趁这个机会，因为如果我赌这一组赌完状况还是一样，那就表示我的原厂烤耳没有坏，那花这个钱我觉得是值得，因为第一金额不大，然后第二它也就算我的原厂烤耳没坏，
它的烤耳也是没坏的。那我就可能就这也变成一个花小钱就可以升级的办法。像上一篇我有比较给各位看，原厂的烤耳就那么小小一个，然后这种 1.8 的烤耳体积真的很大，它等于是原厂烤耳的可能1倍甚至2倍大。那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体积越大，那一定它的效果越好。这位车友他是说他装不到半年还是1年吧，他车就换掉了。所以说在很新的状况下花这笔钱，我是觉得值得啦。就算我的原厂烤耳没换，我可能就是直接就升级就好了，然后再继续抓到底是什么毛病引起。所以烤耳的升级跟原本的故障都消失了，到目前为止。好了，那详细的装法在上一篇我都有跟各位讲，用最简单的方式，就是只要把这个1.8的铁夹下面那个突出物锯掉以后，然后该怎么移，要废除哪一个铁架，在上一篇都有很清楚的介绍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篇看一看。然后线组就束环那些剪一剪，都不用破坏线组。我是觉得这是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啦，因为有些网友他介绍是铁架哪里又要切很多，原厂铁架要切很多。那我是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方式，分享给大家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